除夕夜，万家灯火，我拖着行李箱站在小区楼下，抬头看着20楼亮着的灯，那是爸妈刚买的新房。不久前，爸妈在家庭群里半开玩笑地宣布：你和你哥谁先到家，房子就过户给谁。我盯着手机屏幕，心跳漏了一拍，正想着，哥哥的电话打进来了。小云，到哪儿了？哥哥的声音带着笑意。我这边堵车，还得1个多小时。你要是快到了就先上去，别等我。哥，你不怕我先到家，房子归我？我笑着问，哥哥也笑了。归你就归你呗，我还能跟亲妹妹抢房子啊。行了，快上去吧，外面冷。挂掉电话，我拖着行李箱冲进单元门，电梯正好停在1楼，我踏进去，按下20，电梯缓缓上升。我对着电梯里的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，想着待会儿见到爸妈要说什么。妈肯定在厨房忙活，爸应该在客厅贴春联，数字跳动，10、15、18、19、20楼到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扬起笑脸，拖着行李箱走出电梯。突然，我愣在原地，猛地瞪大双眼。我的面前是空荡荡的1楼大堂，单元门大开着。寒风灌进来，吹在我脸上，和我刚进来时的大厅1楼一模一样。我愣在原地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按了20楼。我退回电梯，再次按下20，电梯上行感觉清晰传来，数字从1跳到20。门开，还是1楼。我的手开始发抖。我冲进楼梯间，也许电梯坏了，我走楼梯肯定能到。我这样安慰着自己，一层一层往上爬。17、18、19、20，我推开防火门，冲出去1楼大堂。单元门大开着，寒风呼啸着，像是在嘲讽着我的天真。我瘫坐在地上，一股寒意爬上我的脊髓。忽然，手机响了。家庭群弹出视频，点开，哥哥坐在爸妈中间，举着酒杯，笑得灿烂。我第1个到的，房子是我的了。妈妈在旁边笑，行，归你，快吃菜。爸爸也笑问了一句：你妹妹呢？怎么还没到？我盯着屏幕，浑身发抖。我想大喊：我到了！我早就到楼下了，可是我上不去啊！忽然我眼前一黑，身体后仰，滚下楼梯。我猛地睁开眼，我站在单元门口，手里拎着行李箱，手机屏幕上还是那条消息：你和你哥谁先到家，房子就过户给谁。我大口喘着气，冷汗湿透了后背。我重生了。我低头看手机，时间2027年2月9日19点47分。那个楼梯，那个冰冷的触感，那个最后看见的天花板是真的吗？手机又响了，是哥哥的电话。小云，到哪儿了？他的声音和刚才一模一样。我这边堵车，还得1个多小时。你要是快到了就先上去，别等我。小云。他没听见我回答，又问了一声。我张了张嘴，声音发涩。哥，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。哥哥笑了。大过年的做什么噩梦？行了，外面冷，快上去吧，爸妈等着呢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原地，死死盯着那栋楼。20楼亮着灯，光线显得那一层楼格外温暖安宁。我忍不住攥紧行李箱杆。我刚才真的死过一次吗？还是说那只是太累了产生的幻觉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拖着行李箱走向单元门。这一次我没有直接进电梯，我站在电梯口，掏出手机给妈妈打视频。那头很快接通，妈妈带着笑意的脸出现在屏幕上。小云啊，我和你爸可是把房本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看你和你哥谁先到家了。你哥那还得1个多小时，你到哪了？我看着他的脸，眼眶忽然有点酸。妈，我现在就在家楼下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上不去，你和爸下来接我一下好不好？妈妈愣了一下，画面突然卡住，然后掉线了。我再拨过去，无法接通。我等了一会儿，又拨，还是无法接通。我的手开始发抖。我告诉自己，没事的，妈说过新房子信号不好，没事的。我拖着行李箱进了电梯，但这次我留了个心眼，我没有按20，我按了19。前世我不管怎么努力，一开门永远都是1楼，所以我刚重生时就强烈怀疑，是不是这栋楼每一层都装修得像1楼。电梯缓缓启动，很快停下，门打开的一瞬间，我瞪大了双眼，眼前不再是空旷的1楼，而是一扇扇住户门，1901、1902，贴着春联，堆着杂物。我冲到楼梯间，顺着窗户往下看，很高，离地5、60米，这里真的是19楼。我的猜想是错的，可如果不是那样，我为什么永远都到不了20楼？浑身起了一层冷汗。我回到电梯，按下20，超重感再次袭来，电梯在上升，我死死盯着跳动的数字，生怕一个不留神又回到1楼。19、20，门开，我难以置信瘫坐在地，眼前还是1楼大堂，空旷寂静，单元门大开着，和我刚回来时一模一样。我不信邪，走出单元门，在周围转了一圈，外面连着街道，有健身设施，确实是1楼。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，难不成遇到鬼打墙了？手机突然响起，是哥哥打来的。小云，听爸妈说你已经到楼下了，怎么一直没上去？他们打你电话也打不通，有点担心。电话那头传来闺蜜的声音，带着笑意。小云，你不会是故意让着我们吧？虽然我和你哥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但是我们自己也买得起婚房，房子你该拿就拿，不用等我们。我苦笑，
其实我还真没想着要让着他们，毕竟这些年爸妈在他们身上补贴的可不少。可现在我连20楼都上不去，还怎么拿？我跟闺蜜说了电梯里的怪事，闺蜜扑哧一声笑了。小云，我记得你最近连轴转加了1礼拜的班，是不是太累了，精神有点恍惚啊？我们还有半小时到家，要不然你等我们回去一起上楼吧。电话挂断，我蹲在单元门口，看着街道上零星的外卖电动车。突然，我眼前一亮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拿出手机，点了一份外卖，地址填了2001。我想，如果是我自己的幻觉，外卖小哥总不会也一起幻觉吧？很快，小哥到了楼下，我笑着拦住他。你好，是送到2001的吗？外卖是我点的，我对这里不太熟悉，找不到是哪个单元了，能不能麻烦你送我回去？小哥爽快的点头，没问题，大过年的，走，哥送你回家。我们进了电梯，电梯上升。我的心跳越来越快，当数字停在20，门缓缓打开，小哥热心地看向我，姑娘，你看看这里是不是你家？我的心脏开始狂跳，正对着电梯口，是我家的防盗门。爸妈早就在视频里带我认过了，不可能看错，我真的到20楼了。我激动得说不出话，拼命点头。小哥笑着把外卖递给我，又帮我把行李拎出来，转身进了电梯。行，那我走了啊，新年快乐啊，姑娘。我接过外卖，转身正要敲门，我愣住了，眼前空荡荡的1楼大堂，单元门大开着，寒风灌进来，防盗门、春联、中国结全没了。我猛地回头，电梯已经下行，小哥不见了。我冲到刚才家门的位置，抬手狠狠敲墙，咚咚咚，闷响。我从声音可以判断出，这是一面实心的墙，一股寒意冲向天灵盖。这怎么可能？我靠着墙坐下，浑身发抖。外卖还在手里，我低头看外卖单上清清楚楚写着2001室。我明明到了20楼，明明看见家门了，可我为什么又回来了？我崩溃了，疯了一般冲进楼梯间。如果这里是20楼，那么楼梯应该可以往下走，可眼前只有向上蜿蜒的楼梯，没有向下的路。这里确实是1楼。妈，爸，你们在哪？我冲着空荡荡的楼道崩溃大喊，回应我的只有回音。突然楼上传来开门声，一个满头白发的大娘走下来，不耐烦地瞪着我，大过年的要死啊，在这嚎什么嚎？回不了家就出去，净给人找晦气。我看着她，忽然冲上去抓住她的胳膊，大娘，你是20楼的住户吗？你认识我家吗？我是2001的。大娘被我吓了一跳，使劲甩开我。2001，老夏家，你老夏家的闺女？我拼命点头。大娘上下打量我，神情松动了一点。我稳了稳思绪，挤出笑脸看向大娘，大娘，我刚跟爸妈吵架，被赶出来了，能不能麻烦您送我回去，帮我跟爸妈说说情？大娘看我脚边的行李箱，神情松动了一点。行，我和你妈交情还不错，大娘送你。我们进了电梯，我紧紧攥着她的手，数字再次从1慢慢升高。门开，到了20楼，熟悉的防盗门就在眼前。我紧紧攥着大娘的手，一秒也不敢松开。大娘抬手敲门，屋里传来妈妈的声音：“来了。”门打开，妈妈一脸惊喜：“小云，你回来了。你哥还说你在楼下等他，楼下多冷啊。”爸爸从厨房探出头，头发上沾着面粉。小云回来了，快进来，爸包了你最爱吃的酸菜饺子。我看着他们，眼泪一下子涌出来，扑进妈妈怀里，抱着她，浑身发抖。妈。她温柔地拍我的背，笑着对大娘说：“好啦，快进门吧，我送你张婶。”我点点头，松开抱着妈妈的手，弯腰去拖行李箱，手刚碰到拉杆，等等，我僵住了，脑子里轰的一声炸开。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猛地回头，身后空荡荡的1楼大堂，单元门大开着，寒风灌进来，妈妈、张婶家门全没了。我瘫软在地上，浑身发抖。不远处，电梯门刚好关上，数字跳动，20、19、18。电梯下行，我蜷缩在1楼大堂的角落，抱着膝盖，手机响了又响，我没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手机再次响起，来电显示妈妈。我接起来，那头传来妈妈焦急的声音：“小云，你去哪了？刚刚我送你张婶进电梯，一回头你就不见了，还把行李也带走了。你要去哪？”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声音苦涩：“妈，我在楼下。”我顿了顿，今天我可能回不去家了。那头声音一顿，随即更加焦急：“傻孩子，说啥呢？怎么就回不来了？你就在楼下坐着别动，妈现在就下来接你。”电话那头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是妈妈在穿外套。我忍不住眼睛一酸，接着电话那头传来哥哥的声音：“妈，小云怎么了？”然后是闺蜜的声音：“小云是不是生气了？因为我们先到家。”妈妈对着那边说了什么，然后又对着电话说：“小云，你哥和月月都回来了，他们说在楼下也没找到你，你现在在哪儿？”我听着那些声音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随后电话那头传来哥哥的声音：“妈，让我跟他说。”我吸了吸鼻子，没想到这一世
还是他们先到家？电话那头传来交接的声音，然后是哥哥的声音，关切的、温柔的。小云，我和月月回来的时候，在楼下转了一圈，没找到你，我们还以为你提前回家了，就也上楼了。你现在在哪？我下来接你。我听着他的话，鼻子一酸，哥，我在楼下1楼单元门口。行，你别动，我现在就下去接你。电话那头传来他走动的声音，然后他的声音又传来，带着笑意，月月，你陪爸妈先吃着，我下去接小云，很快就上来。闺蜜的声音远远传来，甜甜的。好，你带个外套，外面冷，让小云穿上。我听着那些声音，眼泪忽然掉下来。哥，谢谢你。哥哥笑了，谢什么谢？我可是你哥，等着，我马上下来。电话没挂，我听着那头的动静，脚步声，电梯门开的声音，数字跳动的提示音，然后哥哥的声音传来，我进电梯了，你就在电梯门口等着，我一下来就能看见你。好，我站起来，走到电梯门口，抬头看着电梯门上方的数字，一层一层往下，心跳开始加快。5、4、3、2、1，电梯打开，我惊恐地瞪大双眼，双腿一软瘫坐在地。只见电梯里面空无一人，我死死盯着那个空荡荡的电梯，寒意从脚底爬上我全身。灯亮着，惨白的灯光照在四壁的不锈钢板上，反光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撑着发抖的腿，壮着胆子往里面看了一眼，没有，真的没有一个人。哥，我的声音在空荡荡的电梯里回响，没人应，手机还贴在耳边，但那头的电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断了。我看着屏幕，通话已结束，显示时间10秒前，我拨回去，没人接，我的手开始发抖。不对，他明明说下来了，他明明进电梯了，他明明说我一下来就能看见你，可人呢？电梯门还开着，空荡荡的，像是从来没人下来过。我站在原地，盯着那个电梯，一动不敢动。手机突然响了，我差点把手机扔出去。我低头一看，是哥哥，我几乎是瞬间就接了，迫不及待问道：哥，你在哪儿？小云，哥哥的声音传过来，带着喘，我到1楼了，你在哪儿？电梯门口怎么没人？我浑身一冷，声音颤抖，哥，我也在1楼啊。什么？哥哥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。我在1楼，我重复了一遍。电梯门口，从你说下来到现在，我一直站在电梯门口。电话那头安静了2秒。不可能，哥哥信誓旦旦地说道。我也在1楼电梯门口，但我站在这儿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。我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发抖。哥，你真的在1楼吗？肯定啊，我现在就站在电梯门口呢，不然我现在给你打视频看看。我抬头看向电梯，空荡荡的，安静的，只有头顶的灯。我也在电梯门口啊。我说。声音发飘，可电梯里面没有人，电话那头安静了。下一秒，电话挂断，紧接着哥哥的视频通话打来，我接通，屏幕里清晰地出现哥哥的脸，他脸色发白，眼睛瞪得很大，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。小云，他开口，声音有些发飘，接着他把摄像头一转，对准了自己身边的环境。电梯门口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那扇半开的电梯门，门边的不锈钢板，墙上贴的消防示意图，就是我这边的电梯门口。小云，你看，哥哥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，带着颤抖。我就在这儿，电梯门口。镜头晃了一下，他又把摄像头对准自己。我就在这儿等你，你呢？你在哪儿？他咽了口水，喉结上下滚动。小云，你别吓我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我没说话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小云，你说话啊，哥。我开口，声音发飘。你那边是什么样的？什么样？就1楼大堂啊。单元门开着，外面有路灯，还有，他突然顿住了。还有什么？我迫不及待地追问道。还有好多树，黑乎乎的一排，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的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树？什么树？不知道，就是绿化带那种。哥哥的声音开始有点抖。冬青吧，应该是冬青，我看不清，太黑了。小云，你那边呢？你那边是什么样的？我抬头看向外面，单元门开着，外面黑漆漆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没回答，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。哥，我开口，你可能是从另外一个电梯下来的。什么？我记得妈和我说过，这栋楼有2个电梯，一个东边，一个西边，你可能是从另外一边下来的。没看见我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哥哥的声音传来，带着一丝希望。对，有可能，我平时都是坐东边的电梯，今天可能走错了。你那边是哪个电梯？我抬头看了看周围，我这边没有标识。那你出来，到1楼大厅，我也过去，咱俩在那儿碰头。好，我挂了电话，深吸一口气，快步往1楼大厅门口走去。我跨出门槛，站在台阶上，四处张望，路灯亮着，昏黄的光洒在空荡荡的街道上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哥，我试探着喊了一声，声音飘出去，很快消失在风里。我掏出手机拨打电话，电话刚接通，
忽然，我的目光定住了前方20米左右那棵老槐树下站着一个人，背对着我，一动不动。他距离我大概20米。我眯起眼睛，想看清那是谁。背影高矮胖瘦都很像哥哥。我的心跳猛地加快。哥，我对着电话喊，我看见你了。什么？哥哥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。你看见我了？在哪儿？就在我前面20米左右，背对着我站着。真的？那你快过来啊！好，我抬起脚往那个方向跑，跑出去7、8米。忽然我停住了，不对，我脑子里快速回忆刚才视频里的画面。哥哥今天穿的什么衣服？浅灰色卫衣，对，浅灰色，连帽的。可那个人的衣服是深色马甲。我愣在原地，盯着那个背影，背后发凉。不是哥哥，那是谁？大年30的晚上，一个人站在树下，背对着路，一动不动。小云，小云，你怎么不跑了？哥哥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。我没说话，盯着那个人，他还是背对着我，一动不动。小云，你还在吗？在。我开口，声音发紧。那你快过来呀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小云，哥哥的声音又传来。你是不是看见什么了？我张了张嘴。哥，我压低声音，你到1楼大厅了吗？那个人是你吗？什么人？我前面那个人，背对着我站着不动的那个。电话那头安静了2秒，然后哥哥的声音传来，带着困惑。我这儿没人啊，就我一个人。你看见谁了？我浑身一冷，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发僵。你看不见？哥哥的声音再次传来。看不见啊，你那边有人？有。我声音发紧，背对着我，一直站着不动。电话那头沉默了，然后哥哥的声音传来，有点抖。那你叫他一声，看他是不是走错路的。我咽了口水，喉咙发干，张开嘴，喂。那个背影没动，风从单元门灌进来，吹在我脸上，冷得刺骨。我尝试往前迈了一步。喂，你是谁？声音飘出去，很快消失在风里。忽然，那个人动了，我盯着他，心跳越来越快。那人慢慢转过身来，借着远处微弱的光，我看清了那张脸。我猛地瞪大眼睛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。那是一个男人，30多岁，但他的脸上有一道刀疤，从左边眼角斜着划过鼻梁，一直延伸到右边嘴角。我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差点叫出声。他看着我，皱了皱眉，那道疤随着他的表情动了动，像一条趴在脸上的蜈蚣。有事？他的声音很低，带着点不耐烦。我愣了2秒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，我以为你是我哥。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。你认错人了？他没再说什么，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去。走出几步，我听见他在打电话。楼下呢，等你。没事，不着急。原来是等人。我站在原地，长长的松了口气。我捶了捶有些发软的腿。小云，哥哥的声音传来。怎么了？那人是谁？没谁，一个路人。认错了。我说，哦，那你快过来吧，我就在大厅门口等你。好，我抬起脚，正要往前走，忽然哥哥的声音带着激动传来。小云，我这边也看见一个人，是不是你啊？我愣住，就在我前面20米左右站着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什么人？看不清，背对着我站着不动。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，哥，他穿的什么衣服？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，然后哥哥的声音传来，羽绒服，好像是黑色的。我低头看着自己，我穿的是酒红色的羽绒服。我握着手机，站在原地，我安慰自己，或许是光线不好，哥哥把酒红色看成黑色了。小云，我看见你了。哥哥的声音突然激动起来。那就是你，穿着黑衣服，背对着我，手上还戴着我送的手链。我下意识低头看自己的手腕，空的。我今天根本没戴手链，那串手链上周就弄丢了，我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。哥，那不是。小云，别动，我马上跑过来找你。哥，别过去，我喊出声，可已经晚了。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跑起来的越来越快，我的心跳几乎停止。哥，那不是真的，我今天没戴手链。我对着手机大喊，可他没有回应，脚步声还在继续。然后一声刺耳惊恐的尖叫传来，紧接着电话传来刺耳的电流声。哥，你怎么了？电话那头没有回应，只有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像是手机掉在地上，然后滋忙音。哥，我对着手机大喊，没有回应。我疯狂拨打电话，但哥哥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。我的手开始止不住地发抖，声音哽咽。哥，你说话啊！你别吓我！四周安静极了，只有寒风从单元门灌进来，呜咽着，像有人在哭。我蹲下来，抱着膝盖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怎么会这样？他那边那个人是谁？哥哥看见什么了？他现在发生什么了？无数个问题在脑子里转，可没有答案。我就这样蹲着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眼睛干涩的发疼。忽然，我的目光落在地上，一抹绿色阴郁。
我愣住了，我认识这种植物，严格来算它的品种一个是日本阴郁，可这东西根本就不常见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我抬头四处看，原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全都藏着几丛阴郁，再往远看，路灯照不到的地方也有一丛、两丛、三丛，全都藏在不起眼的位置，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。我站起来，走进一丛，蹲下来看，是真的阴郁，叶子上的脉络、边缘的卷曲都和我认识的一模一样。这东西怎么会在这儿出现这么多，而且都藏在角落里？一个恐怖的念头忽然闪过脑海，我死死地咬着嘴巴，不敢相信刚刚我的猜想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手机突然一响，我猛地瞪大眼睛，对，录屏，手机有自动录屏功能，刚才和哥哥的视频通话应该被录下来了。我手忙脚乱地打开相册，找到最新的一段视频，我点开视频，画面里是哥哥那边的视角，一片黑，只有模糊的树影。我死死盯着屏幕，一帧一帧地看，树都是树，是绿化带那种普通的冬青树。我把视频进度条拖回去再看一遍，还是一样，没有阴郁，一株都没有。我反复看了5遍，确实没有。哥哥那边只有冬青，而我这边，我抬头看向周围的绿化带，阴郁藏在冬青中间，一片一片的，叶子长得和冬青树的叶子很像，尤其是在光线不好的地方，根本分不清楚。可为什么我这边有这么多阴郁，而哥哥那边一株都没有？一个可怕的猜想浮现在脑海中。我站起身，快步往楼梯间走去，推开门，我死死盯着楼梯间每一个角落。果然，如我所想那样，我又走到电梯口，寻找了一圈，我退回1楼大厅，站在正中央。我低头看着我之前捡起的那片叶子，我浑身发冷。那个可怕的猜想逐渐被现实证实。忽然，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妈妈。我盯着屏幕，深吸一口气，接起来，小云。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哥哥的声音，我愣住了。哥，你怎么？我追那个人的时候踩到香蕉皮摔了一跤，手机摔坏了，联系不上你，怕你担心，就先回来用妈的手机打给你。哥哥的声音带着喘，电话那头哥哥还在说话。小云，你听到吗？你在哪儿？我开口，声音很轻，别装了，你们都出来吧。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。我冷笑，我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到不了20楼了。原本我真的以为是自己太累了，产生了幻觉。作为一个从小到大只相信唯物主义的人，甚至我都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今晚真的碰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才会一直在原地绕圈。但我从没想过，真相会是这么荒唐而简单。听见我的话，电话那头的哥哥声音一顿，小云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什么一直到不了20楼？是电梯坏了吗？刚刚我上来的时候都是坐电梯回来的，没问题啊。妈妈也在旁边劝我，什么电梯坏了？刚刚这丫头还和张婶子一起上来了，只不过一转眼她就不知道去哪了。小云，告诉我们你在哪，我们这就下去接你。明明是一句句关心我的话，但我的心却丝毫没有感觉到温暖，而是一点点冷了下去。我扯了扯嘴角，苦笑一声，你们想去哪里接我？我现在不就在20楼呢吗？电话那头一片死寂。他从小有个习惯，只要说谎话心虚，就会不断的咽口水。哥哥结结巴巴的声音传来，小云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刚刚不是还说自己在1楼吗？怎么一眨眼就变成20楼呢？闺蜜也连忙附和，是啊，小云，你是不是累糊涂了呀？刚刚一直跟我们说什么鬼打墙，回不来家了，现在又说你自己就在20楼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说着说着，闺蜜的声音低落了下去，带了点委屈，是不是因为我和你哥比，你先到家，所以你不开心了？听见他们这么说，我的声音冷了下去，我到底在哪？你们心里难道不清楚吗？别装了，一切的一切我都知道了。不想再跟他们多废话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拎着行李箱走出单元门。我先是打车去吃饭，毕竟填饱肚子才有力气解决这件事。火锅的热气氤氲开，一下子全身都暖和了起来。我看了一眼，嘲讽地扯了扯嘴角，手指停在屏幕上方，然后电话接通，爸爸的语气中带了点不悦，小云，你到底去哪了？我们下楼接你，等了半天，连个人影都找不到。今天是月月第一次上门，你就这么对待人家？你们不还是好朋友的吗？妈妈也急切地开口，小云，这大过年的，你就别闹脾气了。月月，人家刚刚说了，他根本不在意那一套房子，你如果想要，就算你先到家，现在可以回来了吗？紧接着，哥哥也冷着声音，夏云，本来我们也没想过要那套房子，之前也商量好了要留给你的，你真是太伤我们的心了。一边听着他们的指责，我一边大口吃着锅里的肉，直到那边说的口干舌燥，我也吃了个8分饱，才悠悠笑了。都到现在了，他们竟然还想跟我装傻糊弄过去。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结了账，我直接去了旁边的酒店，咨询了前台酒店最高有多少层后，我满意地点点头，那我就要这个最高的楼层，40层。前台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女士，40层是总统套房，目前夜景的套餐价格是238888。我微微一笑，毫不犹豫地掏出银行卡。酒店的高层都很贵，但是值得。我走进40层总统套房里，
透过落地玻璃窗，正好能俯瞰到爸妈家楼房的全貌。我勾起嘴角笑了，果然和我猜的一模一样。第二天，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来，我在酒店床上悠悠醒来时，已经是下午3点。我摸到手机，关掉飞行模式，哗，海量信息瞬间涌进手机里。爸妈给我打了几10个电话，又发了很多信息。小云，你也太不像话了，就因为一套房子，大年夜都不回家了，今天还是初一，甚至连拜年串亲戚都不来了。我们这些年真是把你给惯坏了。哥哥也给我发来很多语音，压低的声音里满是怒气。夏云，你知道亲戚们都怎么议论月月吗？都说他还没过门就把小姑子挤兑走了，害得今天他哭了一整天。你满意了？他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我一条一条往下滑，手指停住。闺蜜也发了消息，小云，我不怪你，真的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等你气消了，咱们还是好姐妹。我盯着那2行字笑了。突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，手一滑，点了接听，那头大伯的大嗓门瞬间响起，夏云，你总算接电话了，你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爸妈又不是偏心，故意不给你房子，当时说好了谁先回家就给谁，你不是也同意了吗？怎么你哥哥先回家，你就开始闹脾气，让全家连年都过不好？我叹了口气，从小到大大伯一直对我很好，所以面对他，我还是愿意好好说话的。我苦涩的开口，大伯，不是我不想回家，而是我回不去家。电话那头安静了1秒，然后远处传来三姨的声音，她说什么？回不去。我接着说道，我上不了20楼，不管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，始终到不了20楼。哗，电话那头瞬间炸了，亲戚朋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。夏云什么意思？难不成还真遇到鬼打墙了？屁，我看就是他没抢到房子不甘心，扯这种鬼话，这丫头真是坏透了。行了行了，大伯把电话抢回去。小云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因为没拿到房子，心里不舒服？大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真的什么真的？邻居张婶也站出来，责备地看着我。小云啊，你说这种谎话就没意思了。昨天婶子不是还陪着你上去过一次吗？我亲自把你送回家门口的，这还能有假？听见张婶的话，大家更加生气地盯着我，好像恨不得透过网线过来亲自教训我。我听着张婶的话，脑子里飞快地转。张婶，您说您亲自把我送回家门口的，那之后呢？我开口，张婶顿了一下，之后我就进电梯下楼了呗。您进电梯的时候，我在哪儿？张婶又顿了一下，理直气壮，你当然在屋里啊，您回头看我了吗？电话那头安静了2秒，我回头干嘛？我笑了。张婶，您刚才说您没回头看我，那您怎么知道我进屋了？电话那头安静了，所有人都没说话。远处传来窃窃私语，张婶怎么不说话了？她刚才不是挺肯定的吗？该不会是……张婶的声音再次响起时，底气没了大半。我年纪大了，记不太清您昨晚的事，今天就记不清了。张婶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远处议论声越来越大。行了，妈妈的声音突然插进来，又急又尖。小云，大过年的，你审犯人呢？张婶好心送你，你还质问起人家来了。我握着手机没说话，妈妈的声音缓下来，带着笑。小云啊，妈知道你没拿到房子，心里有怨气。昨天我们为了找你，亲自上下跑了10几趟，根本没遇到你说的情况，而且刚刚你大伯亲自去试了楼梯和电梯，都是正常的。你要是还是生气，那这样，你现在回来，妈立即跟你立字据，等单位一上班就带你去过户，好不好？妈妈说的这话情真意切，周围的亲戚们全都大为感受，都恨铁不成钢的看着我。远处传来三姨的声音，还是当妈的疼闺女。小云，别闹了，快回去吧，回来好好过年，别让全家人跟着操心。我听着这些话，一句一句像安排好的一样。妈，我开口，您是真的想让我回去吗？电话那头顿了一下，然后妈妈的语气更加温柔。傻孩子，说什么呢？妈当然想你回来，你爸饺子都给你留着呢。那您让哥哥接电话。妈妈又顿住了。你哥在旁边，怎么了？让他跟我说，他忙着呢。月月心情不好，他陪着，让他接，否则我不会回来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电话那头安静了，然后三姨的声音又挤进来，这次更凶。小云，你差不多得了，你妈都这么说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非要把这个家闹散了，你才满意？紧接着其他亲戚议论纷纷，就是你从小就爱钻牛角尖，现在大了还这样，这孩子真是被他爸妈惯坏了，一点都不懂事。三姨的声音更高，他读大学那几年，他哥打工往家里寄钱供他读书，他现在跟他哥抢房子，良心呢？紧接着四姨的声音也不满地响起，一个女孩子要房子干什么？将来不还得嫁人？她婆家能没房子？就是月月，多好的姑娘，别把人家吓跑了，到时候你哥打光棍，你负责啊！一句接一句，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割过来。我闭上眼，这些话听过无数遍了，从小听到大，永远是这样。因为他是男人，因为他能传宗接代，因为我早晚是别人家的人。
我睁开眼，深吸一口气，行，你们要证据是吧？我给你们看。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，我点开家族群，发了一个视频，那是我昨天偷偷拍摄的，录下了我上楼时的全过程，以及遇到的全部怪异的事，全程一镜到底，1秒都没剪，瞬间群里炸了。你们看见了吗？真的没有20楼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每次快到家门的时候，一转身家就消失了。我现在知道他说的，不管怎么努力都回不去家，到底是什么意思了？太邪乎了吧！看来小云说的是真的。电话那头逐渐平静下来，亲戚朋友们紧紧地皱着眉，说不出话，爸妈也都是满脸震惊，呆呆地看着手机，合不拢嘴。怎么可能？难道世上真的有鬼打墙？那为什么我们上下楼就没事？难道这鬼打墙是专门针对小云的？就在大家议论纷纷时，哥哥叹了口气，他走到镜头前面，看向我，满眼失望。小云，哥哥一直以为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孩子，哥哥现在已经自愿放弃房子，都留给你还不行吗？你为什么要弄这种 AI 假视频骗大家呢？闺蜜也上前，红肿着双眼，小云，你是搞科研的，最知道世上根本没有鬼打墙这回事的。难道为了一套房子，你连自己的专业和一直以来的信仰都能抛弃吗？周围人本来就不愿意相信鬼打墙一说，听见哥哥和闺蜜的解释，全部瞬间恍然大悟起来。难怪这视频拍得这么真，原来是 AI 做的。夏云这孩子真是没救了，谎话都编到这种程度了。我微微一笑，没有理会他们，目光越过镜头，看向人群最后面的表妹。她一直没说话，低头盯着手机，屏幕上还在循环播放我发的那个视频。表妹，我开口，她抬起头，你是市局搞技术鉴定的，用你专业的目光看看，我这视频里有没有任何一帧是 AI？ 表妹张了张嘴，刚要说话，等等，妈妈突然冲过来，一把按住表妹的手机，她脸上堆着笑，可那笑僵的厉害，看什么看？大过年的，一家人闹成这样，还不够丢人吗？她转向镜头，对着我，小云啊，妈，求你了，别闹了行不行？房子给你，妈现在就给你写保证书，行不行？她的声音开始发颤，只要你现在回来，咱们好好过年，什么都好说。我看着她，没说话，只觉得一颗心坠入寒鞘之中。妈妈见我没反应，一咬牙突然往下蹲，当着众亲戚的面前向我跪下了。妈，哥哥冲过来拉她，妈妈甩开她的手，对着镜头，小云，妈给你跪下了，你就不能消停吗？非要让全家人年都过不好？周围瞬间哗然，三姨尖叫着冲上来，通过屏幕指着我，眼神充满恨意。小云，你逼你妈下跪，你还是人吗？其他亲戚纷纷痛骂着我，恨不得冲过网线好好教训我一顿。这孩子疯了，彻底疯了！老人给小的下跪，要遭雷劈的啊！大伯也着急了，急忙劝阻着小云，快说句话，别让你妈跪着。一句接一句，全砸过来。我看着屏幕里的妈妈，她跪在地上，低着头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但我看见她的手依旧紧紧攥着表妹的手机，不肯松手。我笑了，笑的眼泪划过我的脸颊。妈，我缓缓开口，声音带着一丝苦涩，您跪着就是为了不让表妹看那个视频吗？妈妈的身影瞬间僵住了，周围指责的亲戚也突然像是被卡住了喉咙，愣愣地看着她。妈妈扯了扯嘴角，挤出笑，我这不是怕她看不懂吗？大过年的，别折腾了。我淡淡的开口，表妹是市局搞技术鉴定的，天天跟各种视频打交道，她要是看不懂，谁还能看懂？妈妈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对呀，三姨突然开口，舅妈你让表妹看看呗，看了不就清楚了？其他亲戚也纷纷附和，就是让小云心服口服，省得她再闹，看看也没什么，反正肯定是 AI 做的，表妹一眼就能戳穿。大伯也上前试图扶起妈妈，她舅妈，你起来吧，让表妹看看，大家心里都有个数。妈妈跪在地上没动，她的手还攥着手机，周围人的目光全落在她身上。妈，我的声音很轻，您刚才跪着求我说一家人别闹得太难看，可现在表妹只是看一眼视频，您都不让，您到底在怕什么？妈妈的脸色白得像纸，手开始发抖。三姨走过来，她舅妈，你倒是给啊！妈妈的手一点一点松开，表妹轻轻抽回手机，低头盯着屏幕。三姨凑过去，小声嘀咕，肯定是 AI， 这还用看？就是现在的技术，什么做不出来？突然，表妹的神色慢慢凝重起来，把视频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了3遍。表妹的脸色有些发白，眼神里也充满了难以置信和震惊。这没有 AI 的痕迹。我以专业身份负责任地说，小云姐的这段视频没有任何后期和 AI 生成的痕迹。电话那头瞬间陷入一片死寂，闺蜜满眼震惊，死死地抓住表妹，没有 AI 的痕迹，怎么可能？难道世上真的有鬼打墙这回事？话音刚落，周围人脸色瞬间大变，他们窃窃私语，眼神都逐渐变得恐惧起来。真有鬼打墙这回事？那楼是不是有问题？张婶的声音带着哭腔。我昨晚还陪他上去过，我亲眼看见那门，甚至有人已经站起身准备告辞。我笑了，放心，世界上根本没有鬼打墙，这一切都只是人为而已。大伯紧紧皱着眉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小云，这怎么人为？在你转身的那一瞬间把20楼变到1楼，这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啊！亲戚们也议论纷纷，就算是买下一栋楼，也不可能在1秒钟内更换所有的摆设，更别提直接把单元门都挪走了。更何况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，哪有那个能力和财力？而且就算能做得到，谁会做这些害你？我微微一笑，淡淡开口，我已经明白这是怎么做到的了，根本不需要多少能力和财力。我眼神看向人群背后早已脸色苍白的家人们，至于到底是谁要害我，你们来我这里就自然什么明白了。很快，他们浩浩荡荡一群人，根据我给的定位来到了酒店。刚进门，大伯就大着嗓门着急道：“小云，我们都来了，你赶紧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张大了嘴，不可思议地看向周围。总统套房，300平米的顶楼，奢华无比，人群里议论声四起。这是人家酒店的总统套房，据说20多万一个晚上呢，这么贵。之前听说夏云这2年混得不错，看来是真的了。呵，他要是真的混得不错，还会紧紧盯着自己爸妈的那套房。听见他们议论贬低我，爸妈却没了昨天的心旷神怡，反而有些焦躁不安地搓着手。大伯急切地看着我：“小云啊，你说我们来你这就全都明白了，你不会就为了给我们看这个总统套房吧？”其他亲戚也纷纷涌上前，好奇地盯着我。对呀，赶紧跟我们说说那个鬼打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看着他们满眼关心的样子，我咧开嘴笑了，转头看向爸妈。爸妈，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心里不应该最清楚吗？我歪了歪头，带着一丝晦暗的笑。是你们现在告诉大家，还是由我来告诉大家？听见我的话，现场一片死寂，众人都震惊地看向了爸妈，他们脸色一白，但仍旧强撑起笑容。小云，你越说爸妈越糊涂了，什么我们心里清楚啊？妈妈也急着开口，小云，我们是你的亲爸亲妈，你怎么这么说我们啊？我们难道还会算计害你不成？大伯也不断点头。小云，从小你爸妈就是最疼你的，就算谁害你，他们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。咱们这里哪个女孩子不是早早嫁人了？就你爸妈相信你将来是干大事的，坚持让你读大学，其他的亲朋好友也都纷纷附和起来。我的心头却泛起一丝苦涩。是吗？坚持让我读完大学，那不是因为我承诺读书时的所有费用全都由我自己承担吗？同时还要每个月给家里3000。我不愿意再解释，直接带着他们走到了酒店东面的落地玻璃窗前。我指着下面爸妈家的楼房，淡淡开口，这就是一切的真相。现场一片安静，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往下看去。落地窗外，那栋楼静静地立在阳光下，普普通通的20层楼。三姨眯着眼看了半天，嘀咕：这不就是那栋楼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大伯也皱眉，回头看我：小云，你到底想让我们看什么？就在大家还一头雾水的时候，突然表妹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她死死趴在窗玻璃上，脸几乎贴上去，眼睛瞪得很大。表妹猛地回头，死死地盯着我。小云姐，这可不是儿戏，你确定真的吗？我攥紧了拳头，点了点头。周围人看着我们，神情都是云里雾里。夏云，你们在这打什么哑谜呢？我看那就是很普通的一个20层的楼房啊，怎么就是什么真相了？对呀，你也不能随便瞎扯吧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而是转过头看着爸妈，他们脸色惨白，额上不断的冒着冷汗。再看向哥哥，他脸色一片惨白，而闺蜜甚至都快要站立不稳。我笑了，走吧，去哪儿？我没解释，转身往酒店西面走。一群人面面相觑，然后跟上来，议论声四起，搞什么名堂，神神秘秘的。我走到西面的落地窗前，他们跟上来，挤在窗边。还不是那栋楼吗？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话没说完，声音戛然而止，死一般的安静萦绕在身边。所有人都不说话了，死死盯着窗外，盯着那栋楼，脸色一点一点的白下去。现场一片寂静，大伯的眼睛瞪得老大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。他的声音在发抖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站在窗前，看着他们的反应。过了很久，大伯才哆嗦着嘴唇，喃喃自语：原来是这样，原来这就是你一直到不了20楼的秘密。阳光下，爸妈家的楼房静静地矗立着。从刚刚酒店东面的角度看去，那栋楼房只有20层高，但当我们绕到西面，从新的视角看去时，那栋楼房竟然向下延伸了1倍。刚刚看上去还是1楼的平台，此时却是全楼的第20层，就像山城的腰部一样，承接着上下各20层，一共60层。所有人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。这种建筑在别的地方可能并不多见，但这里是巴蒂魔都。大伯磕磕巴巴，这楼的1层和20层都是平台，装修的还几乎1楼一样。难怪昨天小云从1楼坐电梯到20楼，看到的还是1楼的样子。这才导致明明他已经上了20楼，但却误以为自己又回到了1楼。众人也都瞬间恍然大悟，但很快他们又皱眉看向我。小云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也怨不到你爸妈头上，顶多算是这里楼房设计的太特别了。你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说什么鬼打墙，还不回家呢？我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掏出手机
播放了一段视频。看着众人不解的目光，我开始解释，昨天我从1楼乘坐电梯到了20层，看到了外面的平台，误以为又回到了1楼。正在沮丧的时候，我点了外卖，随后我和外卖小哥从20层平台再次坐电梯往上，又走了20层。按理说这时出来就应该到了楼顶的40层，但是从电梯出来后，我依旧是在20层的平台。众人瞬间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瞪大了眼睛，怎么也想不明白。三姨的声音尖起来，什么意思？你坐了2次电梯，都是20层？对，那应该是40层啊，怎么还是20层？我笑了笑，按理说是这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亲戚们面面相觑，我没有解释，而是带着他们进了酒店的电梯，是全玻璃的，方便欣赏外面的风景。在他们的亲眼见证下，我按下了1楼，电梯缓缓下降，超重感传来，数字开始跳动，39、38、37，很快有人惊呼出声，不对，电梯明明在下降，但是我为什么感觉在上升？我也有这种感觉，明明感受到了超重感，可是这电梯确实在下降呀，难道我们的感觉也不可信吗？他们纷纷扭头看向我，眼神里全是惊恐和困惑。我笑了笑，从兜里拿出一片叶子，这是我在爸妈家楼房的电梯里发现的。大伯盯着那片叶子，这不就是一片叶子吗？绿化带里到处都是。三姨凑过来看，对呀，一片叶子能说明什么？我把叶子递给他们，这不是普通的叶子，它叫阴郁，全株有毒，含有一种生物碱，能让人产生幻觉。大伯愣住，幻觉？对，我说，经过特殊处理后，它会缓慢释放出微量毒素，吸入后，人的平衡感会被干扰。电梯明明在下降，但是所有人却都觉得电梯在上升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听完我的解释，三姨的脸白了。你是说，有人在故意电梯里放了这东西？忽然，他们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缓缓转头，不可置信地看向人群最后面的爸妈。爸妈缩在角落里，脸色惨白的像纸。三姨的声音在发抖，他舅妈，这叶子怎么会在你家电梯里？大伯的脸沉下来，盯着爸妈，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妈妈往后退了一步，后背撞在电梯壁上。他的声音抖得厉害，我不知道什么叶子，不知道。我笑了，那要不要现在去查查监控，看看是谁放的？妈妈的脸彻底没了血色，爸爸站在她旁边，低着头，不敢看任何人。三姨盯着他们，眼神越来越不对。他舅妈，你说话啊！妈妈没吭声。吴婶叹气，这要是真的，那可是害人啊！大伯往前走了一步，你们说实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妈妈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里有恐惧，有哀求，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。然后他垂下眼，还是不开口。我看着他，只觉得这么多年，我好像第一次认识我的母亲。电梯里安静的能听见心跳。够了！哥哥突然开口，他抬起头，脸色惨白，但眼神里带着一种破罐破摔的狠劲。是我放的。众人愣住。你？大伯皱眉，对，是我。哥哥往前走了一步，挡在爸妈前面。叶子是我放的，跟我爸妈没关系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没说话。三姨急了，建林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哥哥没理他，盯着我。小云，你现在满意了吧？都是我做的，你想怎么着都行。我笑了，哥，你知道阴郁的致幻作用需要处理过才能释放吗？哥哥的脸僵住了。你知道要处理到什么程度才能刚好让人产生错觉又不昏迷吗？你知道要放多少量才能在电梯里持续作用吗？你知道这些？是因为我顿了顿，带着一丝嘲讽反问道：你学过植物学？哥哥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我转头看向人群最后面的闺蜜，她站在角落里，脸色发白，但她的手正在发抖。月月，她抬起头，你学的才是植物学。闺蜜的脸瞬间没了血色，可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三姨愣住，月月，这跟月月有什么关系？大伯反应过来，对呀，月月是学植物学的，她研究生不就是研究这个的吗？难道说？周围人看向闺蜜的眼神开始变了，她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，躲在哥哥的身后。我不知道什么阴郁，不知道。我笑了，那你抖什么？话音刚落，闺蜜的手抖得更厉害了。突然，表妹恍然大悟站出来，所以昨天小云姐坐电梯其实并不是一直在上升的，就因为有这种迷药的作用，就算电梯被外面的人随意操纵，小云姐也感觉不出来。而出了电梯门后，灯光昏暗，视觉上很难看得清，你们再用一点别的手段配合，才给小云姐造成了不管她怎么努力到20楼，一开门都又会回到1楼的感觉。此时爸妈已经面如死灰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他们死死地看着我，像是在祈求我，但我没有分给他们一个眼神，直接从包里掏出了一个小型的投影仪，画面投在墙上，正是爸妈所住的那层楼的样子。那天晚上，他们就是用这个骗过了我。看着爸妈战战兢兢的样子，我勾起一丝冷笑。爸妈，其实你们压根也不住在20层，对吗？毕竟20层是空中平台，和1楼一样，都住不了人。你们住在21层，然后通过这些手段给我制造了永远都到不了20楼的假象。你们好狠的心啊！听见我的话，
爸妈彻底瘫坐在地，哥哥冲了过来，双眼通红地嘶吼：没错，就是我们串通好了，要骗你又怎么样？你一个丫头，早晚都是要嫁人的，凭什么拿爸妈的房子？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这就是爸妈专门给我准备的婚房。虽然早就猜到了真相，但是听见哥哥亲口说出这些话，我的心里还是一阵刺痛。小时候哥哥最疼我，会每天送我上下学，主动把好吃的好玩的都留给我。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他看我的眼神渐渐变了，回家的主题也从单纯的看望爸妈变成了资源抢夺大战。这些年他从爸妈手里已经要走了几十万了，所以这套房子我才觉得应该给我，但没想到他竟然连平等的机会都不给我。我又看向和我相处了快10年，早已将对方当成亲人的闺蜜，我缓缓开口：月月，所以你也这么想？他沉默了良久，突然抬起头，眼眶红了。对，他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我就是想要那套房子。怎么了？我和建林要结婚了，没房子怎么结？你们家条件什么样？你们自己不知道吗？一套房子都不给，让我们租房子结婚？三姨愣了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？房子是小云爸妈的，给谁是他们的自由，想要房子也不能害人啊。闺蜜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自由？什么自由？从小云读大学开始，建林就往家里寄钱，工作以后每个月工资一半打给家里，这些年他给家里拿了多少钱？几十万有没有？现在轮到他结婚了，一套房子都不给，公平吗？他盯着我，眼神里全是恨意。小云，你念大学是你哥供的，你工作这些年往家里拿过1分钱吗？你凭什么跟我们抢？我看着他没说话，三姨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，亲戚们也沉默了。电梯里安静的可怕，只有闺蜜的抽泣声。然后说完了吗？我的声音很轻，闺蜜抬起头，你说完了？该我说了。我往前走了一步。第一，我读大学的钱是助学贷款，毕业3年我还完了。哥哥往家里寄钱是他自愿的，爸妈收没收是他们的事，跟我无关。闺蜜的脸僵了一下。第二，我工作这些年每个月给爸妈转3000，1分没少过，转账记录还在，要不要看？闺蜜哑口无言。爸爸站起身，佝偻着腰，讨好的看着我。小云，我们不是故意骗你的，但是你跟你哥哥情况确实不一样，你的这些东西将来你的婆家也会给你准备的，我们现在能多帮扶你哥哥就多帮扶一些。爸爸越说越小声，最后讷讷闭上了嘴。我又看向妈妈，爸爸身为男性无法理解我，但妈妈不会这样。我淡淡开口，妈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，是吗？他慌乱地站起来，不敢看我。小云啊，你就别跟你哥争了。上个月他刚拿下了一个大单，马上就要升主管了。这房子给他是投资，给你就是赔本。我看着他说出这句话时，理所当然的表情，突然笑了。妈，你知道哥哥那个大单是谁给的吗？妈妈愣了一下，什么？我说哥哥上个月拿下的那个大单。我顿了顿，是我给的。周围突然安静了，亲戚们忍不住上前询问，你给的？什么意思？小云，你说什么胡话？大伯也迷糊了，建林那个单子不是他自己谈下来的吗？我笑了，看着哥哥，他的脸色变了。哥，你要不要告诉他们那个单子是怎么来的？哥哥站在原地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。闺蜜站出来了，小云，你够了。她的声音尖利起来。建林那个单子是他自己辛辛苦苦谈下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现在为了抢房子，什么谎话都敢编了是吧？妈妈也反应过来，就是小云，你哥那个单子他都准备升主管了，你可别乱说。三姨点头，对呀，建林工作那么努力，拿下单子很正常。小云，你不能因为房子的事就否定你哥的努力呀，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一句接一句砸过来，我看着他们理所当然的表情，然后转头看向哥哥，哥，你也不说句话吗？哥哥低着头，没敢看我。闺蜜拉住他的胳膊，建林，你别怕他，那个单子就是你自己的。妈妈也上前，小云，你就别闹了，早点嫁人，拿彩礼补贴家里，不比什么都强。我愣住了，妈，你说什么？妈妈躲开我的目光，我说你早点找个好人家，彩礼也能拿不少，你哥也能轻松点，我看那个林家的就很不错。说着，妈妈的语气越来越小。我没说话，看着这个生我养我的女人，理所当然地说出这些话，然后我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好一个早点嫁人，好一个林家。妈，我的声音很轻，您知道那个单子值多少钱吗？妈妈愣了一下，几十万吧，300万。周围倒吸一口冷气，三姨瞪大了眼，300万。这么多，亲戚们看着哥哥的眼神都变了。妈妈愣在原地瞪大眼睛，我看着她，接着开口，那个单子是我让小王联系的，以公司的名义给哥哥冲业绩的，本来是想当做结婚礼物送给他和月月的，可现在……我顿了顿，妈，您刚才说什么？让我早点嫁人，拿彩礼补贴家里？妈妈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三姨小声嘀咕，300万的礼物，这丫头这么有钱。闺蜜的脸越来越白，她突然开口，你说是你给的，就是你给的，
有证据吗？哥哥也抬起头，理直气壮。小云，那个单子是我自己谈下来的，王总亲口跟我说的，是因为我方案做得好。妈妈也跟着说，就是你哥那么努力，你别毁他前程。3姨4姨5婶又动摇了。对啊，没证据可不能乱说。建林工作确实很拼，说不定真是他自己拿下的。我看着他们笑了。行，你们要证据是吧？我拿出手机，将所有合同记录全部发在家族群里。群里响了，一张张截图聊天记录邮件，最后一张合同签字页，甲方签字栏夏云，乙方签字栏袁。哥哥的脸彻底白了，所有人盯着手机。3姨的声音发飘，这真是小云签的字。我看着哥哥，哥，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哥哥低下头，攥紧双手，没说话。闺蜜突然冲上来，小云，就算单子是你给的又怎么样？你不是说是结婚礼物吗？那给了就是我们的，你现在拿出来说是，算什么？我看着他，月月，你说的对，给了就是你们的。所以我顿了顿，我现在不给了。我在众人诧异的眼神中掏出手机，给部下打去电话，喂，小王，上个月给小袁总的订单做完为止，不续约。我顿了顿，带着一丝苦涩又决裂的语气，以后把他拉进黑名单里，我们公司永不合作。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，哥哥就已经接到了电话，那头是他领导咆哮的声音：夏建林，你疯了吗？你居然得罪咱们的大客户，你知道这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吗？哥哥的脸一点一点白下去。王总，您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解释？马上给我滚回来，想办法挽回。挽回不了你就直接给我滚蛋。滴滴滴，电话被挂断后，哥哥的脸色惨白如纸，他张着嘴想要说什么，我却没有听，直接大步往外走去。走过大伯身边时，他叹了口气，也只是拍了拍我的肩。我走到门口，推开酒店的大门，寒风扑面而来，阳光刺眼，身后传来哥哥的喊声：小云。我没回头，继续走，阳光落在身上，很暖。全文完。